各位投資小夥伴，牛市愉快啊！相信大家和查理一樣，最近按捺不住喜悅的心情，看着賬戶蹭蹭蹭上漲的數字，都在思考同一個問題：2026年這波牛市到底因何而起？能持續多久的時間？還沒有上車的小夥伴們，咱們接下來該補什麼票？現在上車還來得及嗎？本期節目，讓我們一起向前看。這是標普500指數的走勢，可以看到，從3月30日到4月15日，短短半個月的時間，標普完成了完美的 V 型反轉，大漲10.7%的同時，今天還創下了新的歷史紀錄7023點。這是自今年1月份以來，標普再次突破7000點大關。有些網友嘲笑查理說，之前我們極度看空大盤，賣在了最低點，大錯特錯了。對於這些評論，查理表示，我們的人工智能投資系統是趨勢的追隨者，而不能預測未來。事實上，在川普4月7日下午塔口表示將和伊朗談判的當天， CI 投資系統的信號就由賣出變成了買入。查理和 CI 頻道的會員朋友們也是在4月8日一開盤就重倉了大科技和相關的 ETF。大家可以看到，現在 CI 投資組合的賬戶總額已經暴漲到了94.3萬美元，比3月底的低點84.7萬大漲了11.3%，甚至超過了標普500的上漲力度。而且，因為 CI 系統早在3月13日美股還沒有大幅下跌的戰爭早期，就已經開始大規模的減倉，積攢超短債 USFR 避險，這使得我們的賬戶數字比開戰前的89.6萬美元還要高了5%以上。當然，經過了這次 V 型反轉事件之後，查理也在對我的 AI 系統的底層架構參數做一些優化，這樣可以讓我們對市場的反應速度更加靈敏，繼續緊跟大趨勢去賺錢。但是查理並不認為，當出現美股由牛轉熊的信號的時候，我們不需要提前避險，而是硬扛下去。大家想一下，如果4月7日川普腦子抽了，沒有塔口，而是選擇一條道走到黑，派出地面部隊入侵伊朗，中東戰爭長期化，那美股大盤還能夠短時間 V 型反轉嗎？標普還能直接從6300點蹦回到7000點嗎？肯定不可能啊！標普再閃崩個5%、10%都不是問題。所以我們不能用上帝視角搞馬後炮 diss 別的投資朋友，除非您是可以等2到3年以上的長期投資者。如果我們還需要從股市裡拿錢出來花的話，那還是需要具有風險控制意識的。不知道您覺得查理說的對不對？請在評論區留下您的觀點。那隨着標普納指的創高， VIX 恐慌指數也在大幅下降之中。可以看到 VIX 已經從3月底的30以上降低到了現在的18附近，這說明市場上看跌的 Put 保護倉位正在減少，投資者對於中東衝突引發的能源衝擊不那麼擔心了。大家都在賭一點，那就是美聯儲會對由於美伊戰爭引發的1.5%的通脹反彈保持不動，因為這是一次性的衝擊，而不是長期性的薪資通膨，美聯儲也沒有加息的意圖。那麼霍爾木茲海峽現在的情況到底怎麼樣？截至4月15日，美軍已經對波斯灣和伊朗港口實施了2天的海上封鎖。美國中央司令部已經派遣超過1萬名美軍士兵，以及10餘艘戰艦，還有數十架飛機在波斯灣執行任務，基本上把霍爾木茲海峽圍的是水泄不通，這就迫使伊朗出口的原油也運不出去，掐斷了伊朗的錢袋子。很明顯，這是川普在對伊朗正面施壓，以此換來談判桌上更大的讓步。雖然上周的美伊第一輪談判，雙方因為伊朗的去核問題未能達成一致，但是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國家都在積極的斡旋促和，希望美伊能夠盡快達成和平協議。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阿西姆·穆尼爾已於今天抵達伊朗首都德黑蘭，旨在傳達美方信息，並為本周末在伊斯蘭堡舉行的第2輪談判鋪路。美國副總統 J.D. 萬斯表示，儘管首輪未簽協議，但已取得顯著進展。川普還暗示說，中國對美國開放霍爾木茲海峽的努力感到滿意，並預測下個月的訪華行程將進一步鞏固這一成果。目前 WTI 西德州原油以及布倫特原油價格都從3月的$110以上下跌到了$90到$95之間。美國能源信息署報告顯示，第2季度將是全年油價的價格峰值，
而到了今年的下半年，原油價格會逐漸回落到正常區間。好，聊完了中東局勢，我們來看看美聯儲的最新動態。4月21日，參議院銀行、住房和城市事務委員會已經安排舉行沃什提名美聯儲新主席的聽證會。根據提交的美國政府倫理辦公室的財務披露文件顯示，沃什的個人總資產估值在1.31億美元至2.26億美元之間，是美聯儲歷史上最有錢的主席。而現任主席鮑威爾在2025年披露的資產規模在1900萬至7500萬美元之間，不到沃什的1/3。沃什的妻子是雅詩蘭黛家族的继承人珍·蘭黛。根據福布斯估算，他的個人净資產高達19億至25億美元，相當的有錢。在過去1年，沃什從億萬富翁、傳奇投資人 Stanley Druckenmiller 的家族辦公室獲得了1020萬美元的諮詢費。他還持有數十家科技公司的股份，包括了馬斯克的 SpaceX、AI 研究公司 Hebia 以及區塊鏈和加密資產。為了符合美聯儲嚴苛的倫理準則，凱文·沃什承諾，如果提名獲得通過，他將辭去在 UPS 和韓國電商巨頭 Coupang 的董事會席位，並且停止為 Druckenmiller 提供諮詢服務。那對於任期即將結束的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川普又開始了他的解僱威脅。4月15日，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採訪的時候再次表示，如果鮑威爾在5月15日任期屆滿之後不辭去美聯儲理事的職位，他將不得不解僱鮑威爾。川普對於美聯儲遲遲不降息非常的不滿，認為他做得不好，他應該降息。而鮑主席的立場依然堅定，已明確表示，在司法部針對大樓翻修的虛假調查結束並達成透明結論之前，他無意離開美聯儲理事會。事實上，雖然鮑威爾的主席任期將於5月份結束，但作為美聯儲理事，他可以繼續留任幹到2028年。如果鮑威爾留任理事，肯定會對新主席沃什的領導產生巨大的影響，而這種雙頭領導以及法律界的纏鬥局面讓華爾街感到不安。查理認為，雖然最近美股漲勢很棒，但不代表我們能像去年那樣標普納指一口氣連漲6個月。這是因為市場對於美聯儲鴿派的降息預期過於樂觀了，而如果鮑威爾繼續留在美聯儲當理事，他的巨大影響力也可能延緩美聯儲的降息步伐。而美伊衝突導致的高油價衝擊需要2個月的時間傳導到 PPI 生產者物價指數之上，也就是說，我們很可能在6月中旬看到 PPI 的通脹數字飆升。屆時，如果美聯儲釋放出鷹派言論，甚至只是表現得不那麼對降息樂觀，那美股回撤的風險也是真實存在的。因此 ，CI 投資系統目前的預測是，美股在2026年的走勢是 W 型，我们很可能在今年6月份迎來階段性的頂部。然而，到了夏天，因為通脹和美聯儲不降息的擔憂再起，美股在7到8月份又會有新的回調，而到了中期選舉之前再 V 回來，整體呈現 W 型的震盪雙底部走勢，朋友們要做好心理準備哦。好，聊完了美股大盤，我們來看看七巨頭成員最近漲勢很猛的亞馬遜。4月14日，公司宣布了一項里程碑式的交易，斥資116億美元收購了衛星運營商 Globalstar。收購之後，亞馬遜將衛星項目從 Project Kuiper 正式更名為 Amazon Leo。這次收購最引人注目的是，亞馬遜接管了 Globalstar 與蘋果公司的現有協議，這就意味着 Amazon Leo 將為 iPhone 和 Apple Watch 提供衛星緊急求救以及短信功能，未來更可能實現衛星直連手機的寬帶服務。可以預計，在不遠的未來，亞馬遜可能挑戰 SpaceX 的衛星通訊業務。更關鍵的是， CEO Andy Jassy 在4月發布的股東信息中披露， AWS 的 AI 業務年收入運行率已經突破了150億美元，並且正在以3位數的速度增長。亞馬遜的自研 AI 芯片業務包括 Trainium 系列，如果作為獨立公司，年收入將達到500億美元，這使其成為英偉達的強力競爭對手。簡單講，亞馬遜近期股票大漲的核心原因是市場開始對 Amazon Leo 衛星業務和自研 AI 芯片業務進行獨立估值，從而大幅提升了公司的整體市值。雖然亞馬遜計劃在2026年投入2000億美元用於 AI 基礎設施建設，但 Jassy 強調，這不是憑直覺，而是基於大量已簽署的客戶訂單。這是亞馬遜股票的月線交易圖，可以看到，短短半個月時間
，Amazon 股價已經從$200暴漲到了$250，漲幅高達25%。查理認為，AMZN 的估值很可能和去年的谷歌一樣被整體抬高。雖然現在的價格距離去年11月份的歷史高點$258相當接近了，但是分析師預測，AMZN 股票在今年很可能漲到$270以上，比當前的價格還高出了7%左右。當然，短時間內 Amazon 肯定是嚴重超買了，它距離200日均線的位置$224.5，足足高了12.2%，我們也不需要着急追高買入。現在 AMZN 股價處於2026年1月初形成的一個小的頭部區間，在$250附近有一個壓力帶。對於亞馬遜股票 ，CI 投資系統給出的是黃色持有的信號，在$248，我們就耐心持有即可。看好亞馬遜股票在接下來幾周持續震盪上行，挑戰前高$258。查理的 CI 投資組合也是在4月初加倉了 AMZN 的股票，現在已經有12%的利潤。我們在今天少量減倉了亞馬遜，鎖定了部分短期收益，但是依然持有6%倉位的 AMZN 股票。查理非常看好亞馬遜的基本面，也會繼續持有他家的股票過財報，做符好啊。好，聊完了雲計算老大亞馬遜，我們來看看七巨頭中最後終於爆發的軟件之王巨鷹 Microsoft。MSFT 股票從去年10月的高點$550暴跌到了3月底的$356之後，股價也隨着大盤 V 型反彈，2周時間已經大漲15%，今天再次突破了$410大關。而且，就算是反彈之後 ，MSFT 估值也依然是七巨頭中最便宜的。它的 PE 本益比只有25.7倍，1年後的前瞻 PE 更是只有22.7倍。微軟將在2周後的4月29日發布 Q2 財報，市場普遍預期 Azure 的增長率將維持在35%以上。此外，公司近期上線了自研的 Maya 200加速器，這被市場視為降低對英偉達的依賴，提升 Copilot 運行效率，並且優化成本結構的關鍵信號。那針對各國政府對於數據安全的要求，微軟公司擴大了定制化主權雲方案，成為推動其國際營收的新引擎。這是 MSFT 股票的月線交易圖，大家可以看到，隨着微軟股價的持續反彈，它的20日、50日均線，也就是圖中淺黃色和橙色的兩條曲線，都呈現出 V 型反轉的信號。更關鍵的是，現在微軟股價站穩在$410之上，已經突破了20日和50日均線的壓力位，很可能引發更多的系統性資金的買盤。我們必須握緊手中微軟的股票，等待它繼續 V 型反轉，重現去年第二季度那樣的持續上漲走勢。至少在幾周之內 ，MSFT 股票衝擊200日均線，也就是圖中紅色的這條曲線，是相當有機會的，大概位置在$470左右，大家可以關注一下。對於微軟股票，因為之前估值修正實在是太慘，導致 MSFT 現在依然是七巨頭中 PE 最低、最具性價比的股票。CI 投資系統對微軟給出的依然是綠色的買入信號，但是買點已經提高到了$405。做右側交易的投資小夥伴們，現在布局 MSFT 也完全不晚哈，畢竟它可是從去年的$550一路跌下來的，現在依然在打折區間。個人對微軟的 Azure 雲服務還是很有信心的，再加上它的自研芯片和大模型，微軟這波 V 型反轉已經拉開了序幕。截止到4月15日 ，MSFT 股票依然是 CI 投資組合的前5大重倉股，倉位依然超過10%。雖然現在它是唯一浮虧的投資，但差距在急速縮減中。查理也會拿穩了微軟，不到$600我不賣，開個玩笑啊！聊完了雲計算巨頭亞馬和微軟，我們最後來看看社交軟件之王 Meta， 在過去2周更是暴跌之後暴漲了28%，股價已經接近200日均線位置，從$527漲到了$670億。我們上周的節目中就有詳細報道 ，Meta 這波極限反轉的直接催化劑是其最新發布的 AI 大模型 Muse Spark 繆斯的靈感。這個由 Meta 超級智能實驗室耗時9個月打造的 LLM， 在權威評估跑分中，從 Llama 4系列的18分飆升到了52分，僅次於谷歌的 Gemini 3.1 Pro 和 OpenAI 的 GPT 5.4。與以往的 Llama 系列不同 ，Muse Spark 是一款原生多模態的推理模型。這標誌着 Meta 從開源模型向閉源高性能模型的戰略轉向，
也極大地提振了投資者對 Meta 在 AI 競賽中追趕領先者的信心。錦上添花的是，Meta 的 AI 自動化工具大幅提升了廣告轉化率 ，Reels 的年化收入已經達到了500億。最新的市場預測顯示，Meta 即將在2026年首次在數字廣告收入上超越谷歌，成為全球最大的數字廣告平台。今天 ，Meta 還宣布擴大與博通的合作夥伴關係，雙方將共同開發行業首個2納米工藝的 AI 定制芯片 Meteor。此舉旨在降低對英偉達 GPU 的依賴。分析師預計，此項合作在未來24個月內將為 Meta 帶來巨大的成本優化空間，並消除數據傳輸瓶頸，支持高達12.8萬個節點的超大規模 AI 集群。儘管 Meta 將2026年的資本支出上調至驚人的1150億到1350億美元，但得益於 AI 廣告收入提升、裁員帶來的成本削減。首席財務官 Susan Li 表示，公司預計2026年的營業利潤將高於2025年。相比於微軟 ，Meta 股票已經非常接近200日均線的位置，而一旦 Meta 股價突破紅色的200日均，接下來 Meta 可能迎來跳漲。系統性的量化買盤可能在短時間內把 Meta 股價推升到720美元以上，非常的有前途。那對於 Meta 股票 ，CI 投資系統給出的是黃色的持有信號，繼續拿穩即可，等待着 Meta 突破700美元，看看接下來 Q2 財報還有什麼好消息。實際上，過去半年 Meta 股票還跌了6%，現在居然還有上漲的空間，彈性相當的大。從去年10月以來，我們的投資組合就一路買 Meta 股票，現在它已經成為我們的第一大持倉，目前有超過13000美元的利潤。如果 Meta 在720到750美元出現了橫盤滯漲形態，屆時查理會和會員朋友們做討論，可能會止盈部分 Meta 的股票套現離場。當然，現在還是繼續拿着啦。好，聊完了七巨頭，我們來看看存儲芯片雙子星美光和閃迪的情況。今天半導體芯片板塊從領漲標普納指變成齊齊走低，主要原因是光刻機巨頭 ASML 發布的最新財報指引。儘管 ASML 的第一季度利潤超預期，但公司對於第二季度的營收指引低於市場的共識。投資者把 ASML 指引的放緩視為半導體設備需求短期放緩的信號。而作為存儲芯片製造的大客戶 ，MU 和 SNDK 股票也受到了拖累。當然了，現在肯定不是買芯片股的好時機，因為他們之前的漲幅已經透支了最樂觀的預期。大家可以看到 ，MU 股票的市價在456美元附近，比20日、50日均線高出了13.2%，比200日均線更是高出了80%。閃迪的情況更誇張，股價來到了880美元以上，是200日均線的3倍。查理認為，如果接下來華爾街的資金輪動從半導體存儲板塊流出，回流到傳統的七巨頭金融業當中，那麼現在買入 MU、SNDK 或者 ASML 等股票是相當危險的。就和咱們去年左側抄底 Meta、微軟是一個感覺，就是怎麼底永遠也抄不完啊。事實上，咱散戶投資者利用資金效率最高的方法，還是緊跟市場趨勢，順勢而為，右側買入。投資持股體驗會好很多，朋友們千萬要注意哦。如果您覺得買入單一個股太危險，現在其實還可以考慮以科技巨頭為主的指數，包括 Vanguard 先鋒集團的 VGT。這支 ETF 非常有名，管理費也很低，以英偉達、蘋果、微軟等巨頭的股票為主，但因為歷史原因 ，VGT 不包含通訊巨頭谷歌和 Meta。那如果您想買更全面的大科技指數，查理這裡強力推薦 IYW， 它追蹤的是羅素1000的科技板塊。和 VGT 不同 ，IYW 成分股裡面包含了谷歌和 Meta， 這也是查理投資 IYW 的原因。而如果您的風險偏好更高，還可以小倉位考慮 QQUP， 這是去年 ProShares 公司推出的追蹤納斯達克100指數裡面前40%的頭部巨型科技企業。QQUP 自帶2倍槓桿，比 QOD 的風險更大一些，和 TQQQ 的風險率接近。可以看到 QQUP 持倉高度集中，只買頭部的8到15只市值排名前列的大科技公司，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考慮。但是由於自帶槓桿 ，QQUP 只能做短期的波段，不能長期持有，不然下跌震盪風險非常高，朋友們需要注意一下。好，聊完了今天的主題，我們來看看截止到4月15日 CI 人工智能投資系統的最新倉位配置。
我的 AI 系統會根據每天更新的金融數據，包括標普500指數的走勢、美債及利率的變化、全球央行的流動性、大宗資產價格的波動，來對美股、短債、黃金和比特幣的持倉比例做出必要的調整或者維持不變。和上期節目一樣，系統建議把股票部位的比重維持在80%，把超短債的比例控制在10%，剩下10%的倉位可以平均分配給黃金和比特幣 ETF 做通脹的對沖。在指數層面，標普500、納斯達克100、科技指數都高於系統給出的買點，我們不需要着急追高買入。在個股層面，系統推薦了3只科技股，分別是艾伯維、寶潔和埃克森美孚，他們的買點以綠色數字標了出來，朋友們可以參考一下。接下來是 CI 投資組合的情況，可以看到我們的賬戶隨着大盤的反彈，最近漲勢相當迅猛，從3月底的84萬5千漲到了今天的94萬3千，漲幅高達11.3%。接下來幾周，根據市場情況，我們可能會開始適當的減倉止盈，鎖定利潤。今天漲幅最大的股票分別是 TQQQ、亞馬遜和 UPRO， 都有超過10%的短期收益。Meta 量子計算 ETF QTUM 和科技指數 IYW 的漲幅也不錯，緊隨其後。目前唯一虧損的是微軟，希望它能夠繼續強勢反彈的表現，實現扭虧為盈。我們依然以科技巨頭的股票或指數為主，是進攻型的資產配置。和往常一樣，未來 CI 投資組合如果有新的持倉變化，我也會及時更新，請朋友們保持關注。如果你想在第一時間得到 CI 投資組合的全部信息，可以加入查理的 YouTube 頻道或者 Patreon 會員，您會獲得實時更新的交易細節，不用等到下一個節目。此外 ，CI 投資會員還將收到查理斯姆今日宏觀經濟展望以及 YouTube 頻道內容獨家搶先看的權利。好，以上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內容。查理的個人觀點不構成投資建議。您認為美股的牛市能持續多久？請在評論區留下您的觀點，我們一起討論。如果我的節目對您的投資決策有幫助，請您多多幫忙點讚分享。查理非常感謝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我也會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在市場中成長。祝您投資順利，心情愉快。我們下期節目再見。